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湖南卫视首播40集都市剧，靳东、程毅、王劲松领衔，这国产新剧也。最近这2年好像还是蛮流行群像剧的。就比如说《少年歌行莲花楼》，以及前段时间播出的《淮水竹亭》，好像都是偏向于群像类型的。或许单纯的恋爱纠葛大家都已经看腻了，而群像的魅力就是剧中的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闪光点，看得人过瘾不说，也觉得非常热血。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40集都市剧《底线》，也是一部偏向于群像的剧集。剧中的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部剧还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全程指导的，以最大的限度还原了现实。这部剧当时在湖南卫视首播的时候就吸引了相当多观众的喜欢和追捧，后面收视率也是拿到了省级卫视第1名的好成绩，还获得了2022国剧盛典年度优秀剧作奖等含金量很高的奖项。这部剧将主要的目光就放在兴城区人民法院这里，立案庭的厅长方远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这一天，他和自己的徒弟周易安约定好一起见面，谁知道刚出来没多久，就有一个电动车过来，上面的人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塞到方远的手中就走。这下子可是给方远吓坏了，他立刻追出去，好不容易追了上去，才发现这个人就是自己的亲戚，名叫齐美玉。他赶紧将手中的黑色塑料袋还回去，表示自己是不会私下收受贿赂的。两边在争执的时候，袋子被弄破了，里面的东西也都掉了出来，是一张张的100元大钞。齐美玉因为案子缠身，就想要先来找方远说说情，让他帮帮自己。好在后来方远拒绝了。方远是兴城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张伟民的徒弟，他们师徒情深。方远还有一个师妹，也是一名法官，她是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的副厅长宋雨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在刑事案件的处理方面也很有自己的逻辑。而方远的徒弟周易安也是一名优秀的人才，后来他被提拔到法官的位置，并且被调到了民事庭中工作。他们师徒被分散到不同的岗位上，却都是为着司法事业打转。后来优秀的周易安被一家律所选中，对方给周易安开出了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拒绝的薪资水平。可周易安为了自己的梦想，最终还是拒绝了对方的邀约，继续在司法事业上努力。在此过程中，他与最高法研究室空降下来的女干部叶欣也产生了交集，两个人从最开始的互相不看好，逐渐发生改变，成为了彼此人生道路上的唯一伴侣。所有人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他们在这条司法道路上也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完成了许多的案件，帮群众解决，并且始终坚守着司法和道德的底线。剧中饰演方远的是演员靳东，记得很多观众都叫靳东是老干部，他的气质也非常适合出演这种类型的角色。在这部剧中，靳东的精彩演绎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惊喜和看点，他将方远这个角色演绎得很出彩。虽然是立案庭的厅长，但是方远平时在工作中没有什么架子，整天穿梭在调解室中，能力非常出众。而饰演方远徒弟周易安的则是程毅，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是从2023年热播的《莲花楼》中认识的程毅，他的演技也一直都很精湛。由程毅主演的这部《底线》也算是一颗沧海遗珠了。这部剧不管从哪个方向来看都是很精彩的。除了他们之外，剧中还有蔡文静、王劲松、王秀竹、刘敏涛、张志坚等实力派演员参演，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剧中进行深入的了解。底线的含义：法律、道德、职业、个人，对现实社会的映射，
司法透明、公正正义。青年法官群体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碰撞。群像叙事下的现实之光电视剧底线全景解析。群像剧的崛起与观众审美的变化。近几年，国产影视剧市场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爱情剧、偶像剧虽然依旧有一定的市场，但随着观众群体的成熟化，单纯的爱情纠葛已逐渐难以满足观众的多元需求。相比之下，群像剧凭借丰富的人物设置、交织的故事线以及更贴近现实的叙事逻辑，逐渐成为市场新宠。少年歌行、莲花楼、淮水竹亭等作品的成功，让人们看到群像剧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它不仅能够塑造多个立体的人物，还能通过他们的命运交错，勾勒出更宏大的社会画卷。今天要介绍的这部40集都市群像剧《底线》，便是这一趋势中的代表作之一。不同于一般的职场剧或律政剧，《底线》由最高人民法院全程指导，力求最大程度还原现实中的司法场景与案件细节。它既有鲜活的人物群像，又有紧贴社会热点的案件改编，更有对司法公正与人性底线的深刻探讨。因此一经播出便引发广泛关注，并取得收视与口碑的双丰收。剧集信息与播出背景。播出平台：湖南卫视首播，同时上线网络平台。指导单位：最高人民法院全程参与。播出成绩：首播便收获高收视，随后长期位居省级卫视收视率榜首。获奖情况：荣获2022国剧盛典年度优秀剧作奖，并获得业内外一致好评。能够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全程指导，足见本剧在真实性与专业性上的高要求。这种背景让《底线》不仅是一部电视剧，更是一部带有社会教育意义与司法普及价值的作品。剧情梳理：案件串联下的人物成长。坚守司法与道德的底线。底线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兴城区人民法院，以立案庭庭长方远进东、其徒弟周义安成义以及刑议庭副庭长宋宇飞等法官的工作与生活为主线。剧集通过他们所处理的一个个案件，展现了法律工作者的责任与困境。剧中第1集中，方远便遭遇亲戚行贿的尴尬场景。其美玉因案件缠身，企图通过送钱让方远开后门，结果却被当场拒绝。这一情节不仅揭示了司法人员面临的现实诱惑，更奠定了全剧的价值基调：坚守底线，拒绝利益交换。支线：青年法官的成长之路。方远的徒弟周义安是全剧的重要人物，他从书记员成长为法官，再到面对律所的高薪诱惑，始终坚守理想，选择留在司法一线。这条成长线不仅体现了青年群体的职业选择困境，也彰显了理想主义在现实中的力量。与此同时，周义安与从最高法研究室下派的干部叶欣的感情线，也为全剧注入了温情与人性的光辉。从最初的互相不看好，到后来成为彼此人生中的伴侣，他们的关系映射了信任、礼节与共同坚守的可贵。案件线索：现实改编的力量。底线中的多个案件均改编自现实社会事件，涉及医疗纠纷的案件揭示医患关系的复杂，网络舆论引发的案件探讨法治与公众情绪的博弈。这些案件既让剧情充满现实感，也为观众带来了深度思考，在法与情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司法人员该如何在各种压力下坚守公正？人物群像解析：方远是立案庭的厅长，也是全剧的灵魂人物。他正直不阿，处事冷静，既能洞察人性，又能坚持原则。靳东以一贯的老干部气质，将方远塑造成一位既亲切又威严的法官形象。他的魅力不仅在于拒绝行贿的刚正，还在于日常工作中对同事、对当事人的尊重与耐心。他没有架子，
经常穿梭在调解室中，善于化解矛盾，彰显出司法工作以人为本的温度。周易安的形象堪称本剧最具感染力的角色之一。他有理想，有冲劲，也会迷茫和动摇。律所开出的高薪让他一度心动，但最终他选择了留下来。这种放弃高薪、坚守理想的决定，正是该剧所要强调的精神核心。程毅的演绎细腻而真挚，将一个青年法官的成长之路表现得层次分明，既有青涩的迷惘，也有逐渐成熟的坚定。宋雨霏女性法官的智慧与担当。作为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议庭的副庭长，宋雨霏展现了女性在司法工作中的独特魅力。她逻辑清晰，判断果断，处理刑事案件时冷静理智，却又不乏同理心。她的存在打破了男性主导司法的刻板印象，展现了新时代女性法律人的力量。叶欣是最高法研究室下派的干部，初到基层时与周易安产生摩擦，但随着案件推进，两人逐渐理解对方，最终成为彼此的伴侣。他的角色不仅是一条感情线，更代表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互动与磨合。配角群体，司法群像的丰满。除了几位主要人物，剧中还有张伟民、齐美玉等角色，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司法群像。每个人物都有独特的闪光点和人性弱点，让整部剧更具真实感。剧名底线不仅指司法的底线，也包含了多重含义。法律底线，不容逾越的法律红线，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道德底线，即使在灰色地带，也要坚守基本的人伦与良知。职业底线，作为法官，不能被金钱、关系、权力左右。人生底线，面对诱惑与困境，如何选择，决定了一个人的品格。通过一个个案件和人物抉择底线，让观众深刻体会到，底线不仅是一道不可跨越的红线，更是一种精神信仰。程毅将周易安的成长过程演绎的层次丰富，是全剧最大惊喜。蔡文静、王劲松、刘敏涛、张志坚这些实力派演员为剧集注入厚度，让群像更饱满。在艺术呈现上，导演强调写实风格，法庭场景、案件细节都尽量贴近现实，避免过度戏剧化。镜头语言简洁有力，更突出了人物内心与案件的张力。播出期间，底线收视率持续走高，稳居省级卫视第一。网络平台上的讨论也热度不减，观众普遍评价真实、热血，有教育意义。特别是法律从业者群体对剧中案件改编的专业性与细节表示认可，认为这部剧在普法和弘扬司法精神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底线引发了公众对司法工作的关注与理解，让更多人认识到法官群体的艰辛与担当。底线不仅是一部电视剧，更是一部现实意义浓厚的司法群像剧。它通过真实案件的改编与人物成长的描绘，展现了法律人的坚守与理想，传递了社会公正与法治精神。在国产剧的发展史上，底线堪称一颗被低估的明珠。它让观众在观剧的同时，也对底线二字有了更深层的理解。这是法律的底线，道德的底线，也是人生的底线。未来，随着观众审美的不断提升，像底线这样既有现实温度，又有艺术高度的群像剧，必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